学测第二天，自然考科有考生认为很不简单。国文写作的方面，除了电影入题，还要以如果我有一座新冰箱命题，生活化的出题方式，让不少考生反而跟这个去年相比，觉得比较好发挥。但是数学考科是被很多老师公认是旧课纲中史上最难，也推测说是因为去年数学科满积分人数太多了，为了要提高鉴别度，才会增加难度，变成今年的学测大魔王。恐怕文组生考完会感到挫折。终于考完了！学测考完超放松，学生把长期的压力全部宣泄出来。周六率先登场的数学考科，荣登今年科目大魔王，被不少老师公认为史上最难。推测碍于去年数学考科的鉴别度备受争议，今年除了会算，更要懂得分析思考。有老师担心文组学生考完恐怕很挫折。今年就算是前1%的考生他的平均也不会太高了。这个整个课纲的这10年来可能是最难的一次。下来新的课纲，大家很注重素养，某种程度上在往那边靠拢，往新课纲那边靠拢的想法，可能也是有的。虽然不确定是否为了明年课纲做预备，但下午国写题、王牌冤家、健忘村等电影题材都入题。第二部分则以如果我有一座新冰箱命题，老师分析想拿高分，关键在于把冰箱的意象由实转虚，带入情意，颇具鉴别度。生活化的题材也让不少考生都说，相对去年更好发挥。放一些甜品，还有一些东西啊。长大就想存放一些友谊。我也是写小时候可能就想放饮料之类的啊，然后长大后就觉得放家人对我的关心，可以把我的热情放进去了，用不到的时候就可以冰起来了。不过学测第二天突发状况也不少，除了有考生大迟到，还有人一早到考场才发现忘了带准考证。至于学测成绩将在农历年后公布，好让考生们都能先好好过年，喘口气。记者邱玉婷、陈金顺台北采访报道。